佛门为了彻底扼杀妖族联盟，这一次竟出动了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三脉的势力。不仅燃灯古佛和观音菩萨同时降临积雷山，并且他们还带了一半的佛界高手，普贤菩萨、降龙伏虎18位罗汉都来了，一共5名准圣强者。此时燃灯古佛看着孙悟空说道：“你这妖魔，7年大闹天宫，被佛祖压在五指山下500年，本以为你诚心悔过，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不曾想你竟然半途逃脱。后来又在灵山打死顶替你的佛门强者，如今又在这积雷山汇聚3界妖魔作乱，打伤前来度化尔等的菩萨，今日必教你付出代价。”看着燃灯在自己面前颠倒黑白，倒打一耙，孙悟空终于爆发了，一身妖气冲天而起，夹杂着血腥与暴力，双目通红地看着燃灯。这时，孙悟空的肩膀上突然出现一只手，死死地按住了他。静心。白泽的声音传入孙悟空脑海中，孙悟空顿时神态清明，深深地看来一眼燃灯，转身对白泽拱手道谢。燃灯见孙悟空被白泽压了下去，暗中可惜，若是孙悟空忍不住对自己出手，自己就可以轻松将其扼杀，哪怕是白泽插手救走孙悟空，自己也有办法对付他。自己只要再对孙悟空多说几句颠倒黑白的话，就可以加深他的心魔，让他永远存活在心魔的阴影之下。孙悟空是有心魔的，这点基本上在这里的每个强者都知道。这个心魔就是如来，任谁被如来如此算计，都会产生心魔。孙悟空自然也不会例外。积雷山的妖族基本上不会在孙悟空面前提起如来，怕他心魔加重，但也没什么好的方法帮他破除心魔，因为孙悟空的心魔实在是太强大了。破除心魔的最好方法就是杀了那个制造心魔的人。可是如来已经是3界中明面上的最强者了，没人能杀死他，至少现在是这样的，哪怕玉帝也不行。孙悟空静下心神，冷冷地看了燃灯一眼。燃灯道友依旧还是这么下作了。白泽对燃灯嘲讽道。燃灯冷哼一声，并没有理会白泽。白泽继续说道：“今日有我白泽在这里，你们灵山灭不了妖族。”燃灯面色铁青地说道：“灭不灭的了，得打过再说。”白泽虽然很强，在很久以前的那段岁月里留下的赫赫威名，但燃灯并不认为自己一定会输。你白泽是准圣后期，我燃灯难道就不是了吗？你曾经名声很大，我燃灯在3界中的名声也不弱，谁强谁弱，得打过再说。白泽笑了笑，淡淡的对燃灯说道：“你输了，会死的。”燃灯闻言，眼中爆发出狠厉的眼神，一身法力涌动，已经进入到战斗状态。白泽这时丝毫看不出紧张的意思，甚至他还对孙悟空转音说道：“杀了观音，给灵山一个教训。”孙悟空闻言点了点头，心道这回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别想救走观音。这时，燃灯忽然对白泽发动了攻击，而灵山众人见自己的带头老大都动手了，也都运转法力向妖族众妖攻去。孙悟空在燃灯动手的一瞬间，就提着金箍棒朝观音杀去。观音看着孙悟空向自己杀来，顿时感觉一阵头大，这猴子实在是太难缠了，自己一人绝对不是他的对手。可是现在燃灯对上了白泽，鹏魔王与牛魔王对上了同为准圣的降龙伏虎2位尊者，虎贤那个废物又被狮驼王带着2个大罗金仙缠住。观音顿时感到无奈，心想如此庞大的灵山，此时竟然没有一个能与自己联手作战的人。灵山没有人吗？当然有，那500罗汉都是太乙金仙，甚至有一小部分实力强大的是大罗金仙，但是他们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掺和到孙悟空与观音的战斗中来。此时的积雷山内不断有大妖飞出，参与到战场与500罗汉对战。虽然这些年妖族没有出现太强的强者，但是妖族这么庞大的种族，向来是不缺太乙金仙这样的中层战力的。此时的观音也没有心思去想别的了，因为孙悟空已经杀到自己眼前，若是再分心想其他的事物，观音绝对相信孙悟空会一棒打死他的。连忙应对之下，观音向孙悟空大声说道：“孙悟空，你以为你吃定我了吗？”孙悟空也不理会观音，举起金箍棒就向观音砸去。观音见状也不再言语，全身心投入战斗，但他并不进攻，只是防御。观音的想法很简单，等燃灯击败白泽，再回过头来收拾孙悟空。若是自己与孙悟空战斗的话，不仅降服不了孙悟空，而且很有可能将自己给搭进去。但是观音显然高估了燃灯，或者说是低估了白泽这个活了无数年的大妖。此时的燃灯和白泽的战场上，燃灯早已记起自己的法宝定海珠苦苦招架，而白泽此时却是看起来轻松的有些过分，站在那里动都不带动的，也不用什么法宝，就凭着一双拳头打得燃灯没有还手之力。其实并不是燃灯弱，作为过去佛门的领袖之一，燃灯的强大是3界皆知的。之所以此时的他显得这么狼狈，是因为白泽太强了。作为在上古时期就闯出赫赫威名的强者，白泽的实力是从来没有被质疑过，但今天燃灯就开了这个先河，在同境界内竟然敢质疑白泽。要知道，白泽在妖族天庭的时候就是准圣后期，而且不是一般的准圣后期。谦虚点说，白泽的实力在同境界中稳居前3。燃灯这时候已经后悔了，大声向白泽喊道：“白泽道友，今日是我鲁莽了，不如今日之事就此结束，我灵山再也不来侵扰积雷山，如何？”白泽闻言微微一笑，并不说话，手里的攻击依旧没停。我妖族的地盘，岂能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燃灯见白泽无动于衷，便继续出声说道：“白泽，你已多年不出世，还当现在的3界是你妖族统治的时候吗？现在妖族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就算有你白泽也不能改变什么。我佛如来不日就会出关，今日你若杀我，待佛祖出关之时，就是你白泽和妖族的死期。”听到燃灯的威胁，白泽的面色冷了下来，出手的力道也重了几分。诚然，燃灯说的话虽然不好听，但确实是实话。现在的妖族或许能跟灵山打一个不分上下，但这是在如来不出手的情况下。虽然妖师鲲鹏也突破到了准圣巅峰，但如来在准圣巅峰沉浸多年，鲲鹏很难成为如来的对手。所以白泽叫孙悟空先放下立刻报仇的念头，徐徐图之。其实白泽就将妖族复兴的希望都压
加在了孙悟空身上，因为孙悟空的天赋实在是太好，修道不过1000年，已经是准圣强者，这是3界成立以来闻所未闻的。更重要的是，白泽在孙悟空身上看到了另一个妖的影子，这个妖就是昔日妖族天庭的领袖之一东皇太一。孙悟空实在是和东皇太像了，战力无双，高傲果决。回到战场，这时的燃灯和观音的处境简直是一模一样，都被打得无法还手。这时，孙悟空接到白泽的传音，只有4个字：速战速决。孙悟空闻言也不再与观音缠斗，挥舞着金箍棒势大力沉地向观音砸下。观音见孙悟空要搏命，也不再拖延时间，记起法宝净瓶朝着孙悟空砸去。一击过后，观音和孙悟空身上都有鲜血流出。孙悟空，今日就算你杀了我，你也不会好过。观音已经做好了搏命的准备，今天就算自己被孙悟空打死，也要从他身上咬下来一块肉。孙悟空冷冷一笑，对着观音说道：“你以为今天还会有人来救你吗？”观音闻言面色铁青，知道今天自己与孙悟空只能活下来一个，于是再次记起法宝净瓶，打算和孙悟空像上次那样两败俱伤。孙悟空自然看穿了观音的想法，心道：“你以为俺老孙在上次的战斗中没有长进吗？”孙悟空一身妖气爆发，使出神通法天象地，顿时孙悟空的身躯变得无比巨大。整个积雷山战场上，除了白泽与燃灯，其他的战斗被孙悟空的气息波动生生逼停，哪怕是牛魔王等准圣的战斗，也不能抵抗这股法力波动。此时的观音站在孙悟空面前显得特别渺小，孙悟空爆发出的气势也令其心惊不已。还没等观音回神，孙悟空握着同样变大无数倍的金箍棒就砸了下来。观音急忙运转法力阻挡，但在庞大的力量之下，观音的阻挡显得极为无力。一棒落下，观音周围烟尘四起，所在之地更是被砸出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大坑，深不见底。观音口吐鲜血的从坑内飞出，再也不是宝相端庄的样子，浑身浴血，显得极为狼狈。观音恶毒地盯着孙悟空，大声说道：“孙悟空，你难道不怕我与你同归于尽吗？”孙悟空并不理会观音的威胁，巨大的法相挥舞着金箍棒又一次向观音砸下。观音见状也不再犹豫，一身法力疯狂运转，但他却丝毫没有防御的意思，而是像发了疯一样向孙悟空冲去。观音眼中尽是癫狂之意，他想要与孙悟空同归于尽。此时不仅孙悟空看出了观音的意图，白泽、燃灯、牛魔王等准圣强者都看出了观音的疯狂举动。燃灯现在想要阻止已经晚了，况且白泽也不会让他如愿，况且就算白泽不管他现在也阻止不了已经疯狂的观音。牛魔王等离孙悟空和观音近的准圣强者，此时也顾不上战斗了，都向着远方疯狂逃窜。不管是妖族的强者还是灵山强者，此时都在远离。鹏魔王这时向牛魔王喝道：“大哥，老七怎么办？”牛魔王闻言停了下来，转头看了孙悟空一眼，对着鹏魔王说道：“走。”救悟空，我们已经当过一回逃兵了，这次一定不能留下他一个人承受。此时的灵山强者看着转身回去的牛魔王与鹏魔王，像看疯子一样看着他们向孙悟空所在之地飞去。大哥、三哥，相信我能应对。牛魔王和鹏魔王忽然接到孙悟空的传音，疑惑地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孙悟空，而正是他们停顿的这一瞬间，观音已经来到了孙悟空的面前。观音疯狂地向孙悟空吼道：“孙悟空，这都是你逼我的，你快死吧！”孙悟空看着眼前已经癫狂的观音，缓缓说道：“你真的以为你自爆就能吃定我？”观音此时已经癫狂，哪里能听得进去孙悟空说的话，运转一身修为就要自爆。可是孙悟空比他更快，在他自爆之前就挥出金箍棒向观音的头顶砸下。轰！巨大的爆炸声在这片天地间响起，积雷山被波及，一半山峰轰然倒塌。战场上不论是妖族还是佛门强者，都被震得双耳嗡鸣，修为较低的更是震得从耳朵中流出了血液。所有的目光聚集到爆炸发生之地，哪怕是白泽和燃灯都停止了战斗。慢慢的，烟尘散去，出现了一个孤傲的身影。孙悟空已经收起了神通法天象地，他浑身浴血，口中也不断有鲜血涌出，但他还活着。众人震惊地看着孙悟空，他竟然在为准圣中期强者的自爆下活了下来。佛门的强者此时的脸色像吃了死苍蝇一样难看，观音就这么死了，而且还是魂飞魄散。刚才发生的一切让他们不敢相信，人与人的悲喜并不相同。反观妖族这边，此时竟然感觉到有点不真实，大圣杀了观音。孙悟空并没有理会众人的震惊，而是提着金箍棒就向普贤飞去。普贤看着想自己飞来的孙悟空，连忙高呼：“佛祖救我！”燃灯闻言便要飞身去救，这时白泽说道：“当我不存在吗？”显然燃灯是救不了普贤的。普贤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近的孙悟空，大声说道：“孙悟空，你已经杀了观音了，如果再杀了我，如来佛祖不会放过你的。”普贤不认为自己能打过孙悟空，哪怕是已经身受重伤的孙悟空，他也知道孙悟空有杀他的胆子，连观音都敢杀，他普贤又算得了什么？孙悟空并不理会普贤的威胁，一棒之下，普贤灰飞烟灭。这时被白泽缠住的燃灯大声喝道：“孙悟空，你难道真的不怕死吗？”孙悟空闻言，抬头看着天空中与白泽交手的燃灯，开口说道：“我让你看看俺老孙怕不怕死。”说完就提着金箍棒向站在不远处的伏虎尊者杀去。此时的伏虎哪里还有心思与孙悟空交战，转身就想跑，可是孙悟空哪里能让他如愿，快速的飞了上去，举起金箍棒就是一棒砸下。伏虎罗汉连忙应对，一击之下，伏虎法力防御被破。第二棒，伏虎身受重伤。第三棒落下，佛门的伏虎尊者已是灰飞烟灭。孙悟空抬头看着燃灯，一身妖气爆发，尽显其桀骜不驯的本色。燃灯如何？此时的灵山强者已经被孙悟空震惊的说不出来话了，他怎敢如此嚣张？这是此时来到积雷山的灵山强者共同的心声。此时的妖族已经陷入疯狂，因为此时战场的主角就是他们妖族的领袖，是他们妖族的大圣，以一己之力杀了灵山4大菩萨中的2个，还杀了一个尊者。此时的燃灯已经暴怒，
自从灵山成立以来，从来没有被人如此挑衅过。但他知道，能主导这场战局的从来不是孙悟空，而是眼前与自己交手的白泽。若非白泽阻拦，孙悟空早就被自己杀了，哪里还能像现在一样对着自己耀武扬威？白泽，你们妖族完了，你们承受不住佛祖归来后灵山的怒火。说完后也不再恋战，转身带着此时战场上仅存的准圣强者降龙尊者以及战死大半的罗汉离开了。妖族这边还想乘胜追击，但是被白泽阻止了。这时，所有的目光再次聚集在孙悟空身上，可孙悟空却口吐鲜血昏了过去。一场大战过后，积雷山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此时，孙悟空所在的洞府内聚集了妖族现在所有的高层，白泽、牛魔王等妖王都看着躺在那里的孙悟空。大战已经过去3天了，孙悟空依旧没有醒来。白泽前辈，老七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还不醒来？牛魔王向注视着孙悟空的白泽问道。白泽深深地看了一眼孙悟空，缓缓说道：“他的伤虽然很严重，但他强大的身躯恢复得很快，现在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那么老七他怎么还没醒？”牛魔王心想，既然伤都好了，孙悟空也应该醒来了吧？他被心魔困住了，除非他打败心魔，不然他这一辈子都不会醒来。白泽的话一出口，顿时像一块大石头落在了平静的水面，激起轩然大波。孙悟空得心魔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就是灵山的如来。孙悟空虽然在这场战斗中表现得异常强大，但没有人认为他会是如来的对手。别说是孙悟空，就算是现在妖族的大腿白泽，在如来面前也不值一提。想要打败如来，对于现在的孙悟空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白泽知道众妖理会错了他的意思，于是开口解释道：“悟空需要击败的，并不是现在的灵山如来，而是他心中当年把他压在五指山下的如来。”牛魔王几个妖王瞪着大眼睛看着白泽，眼中透露出疑惑：有什么区别吗？现在的如来是准圣巅峰，那时把孙悟空压在五指山下的如来也是准圣巅峰，都是孙悟空不能击败的存在。白泽知道这几个憨货是没有多少脑子的，于是再次开口说道：“悟空并不是要击败准圣巅峰的如来，而是要打碎自己的心魔。那个如来并不是真正的如来，当年如来在悟空心中留下的阴影。”红魔王顿时明白了，牛魔王想了一会儿，也面色凝重的点了点头，唯有狮驼王这个憨货依旧一脸疑惑。白泽算是看明白了，牛魔王等人还算有点脑子。狮驼王他娘的脑袋里装的全是肌肉，而此时的孙悟空亦是陷入一片虚无的世界，四周白茫茫的一片，四周空无一物。孙悟空站立在这片空间中，迷茫的看着周围。这时，四周的空间开始塌陷，一只巨大的手掌从天而降。孙悟空看着越来越大的手掌，竟然生出惧怕之意，因为这只手掌他实在是太熟悉了，这就是昔日如来压他的500年的五指山。随着这只手掌越来越大，孙悟空心中的恐惧也愈发严重。孙悟空强行镇定心神，但这并没有什么用。我是齐天大圣，我是妖族的王，我不能惧怕。孙悟空虽然强烈的暗示自己不用害怕，但他本能的反应还是出卖了他。这时，孙悟空重回到花果山，花果山小猴子的那句“大王把我们忘了”突然在孙悟空心中响起。紧接着，马元帅老迈的身影，花果山众猴子为了自己与天兵交战的场面浮现在孙悟空面前。此时的孙悟空已经泪流满面，用仅能自己听到的声音说道：“我不能死，孩儿们还在等我回家。”孙悟空想明白，自己虽然被很多人叫做齐天大圣，但自己最初的名号并不是这个，甚至都不是孙悟空这个名字，他是美猴王，花果山水帘洞的美猴王。既然作为他们的王，我应该守护他们，而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把灾难带给他们。而且这些年不论自己做什么，他们都义无反顾地站在自己身后，为自己摇旗呐喊，冲锋陷阵。而他们为自己做这些，不过是因为自己是他们的王而已。孙悟空此时无边的悔恨涌上心头，对花果山猴族的愧疚此时在他的心中爆发。此时的他愿意为花果山的猴族付出一切，此时的他无惧一切，没人能镇压我，哪怕是如来也不行。这句话是孙悟空吼出来的，向着天空中的那只巨大的手掌吼出来的。孙悟空看着即将落在自己身上的巨大手掌，一身力气爆发，举起金箍棒向前砸去。我是孙悟空，那个无惧一切、战天斗地的孙悟空。顿时，天空中的手掌消失，躺在床上的孙悟空猛然睁开双眼，但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硕大的狮子头，正瞪着大眼睛看着他。孙悟空惊慌之下一拳打去，狮驼王被孙悟空一拳打得眼眶通红，对着牛魔王喊道：“老大，不好了，老七走火入魔了！”孙悟空坐起来，对狮驼王骂道：“你才走火入魔了，你全家都走火入魔了！”牛魔王来到孙悟空身前问道：“老七，你打败如来了？打败如来？”孙悟空疑惑地看着牛魔王，他不理解牛魔王的话：“你们先出去，让我和悟空说说话。”白泽开口说道。牛魔王等妖只能压下心中的疑惑，纷纷离开孙悟空所在的洞府。待到众妖离开，白泽向孙悟空问道：“心魔破了？”孙悟空点了点头说道：“应该是破了，现在我感觉轻松很多，修为也有很大的进展，具体说说。”白泽继续说道。孙悟空将自己破心魔的过程告诉了白泽。白泽听后笑了笑说道：“你终于走出来了，以后我们妖族终于可以再次出现一个像东皇一样的强者。东皇是谁？”孙悟空疑惑地向白泽问道。为什么白泽会说自己以后会像他？白泽闻言眼中浮现出无尽的回忆。东皇是我们妖族天庭的领袖，他战力无双，高傲果决，带领我们妖族称霸3界。孙悟空听着白泽对东皇的描述，心中想到：你也太看得起我了吧，我只是破除了自己的心魔，并没有真正击败如来，更何况就算是如来现在也做不到称霸3界，真当天庭的那个玉皇大天尊是泥捏的？现在的妖族已经没有称霸3界的实力了，但是孙悟空心中也有那么一点点期待，或许自己真是那个天命之子，妖族的中心之主。不过这也仅限于孙悟空的假想，很快就被他抛之脑后了，送走了白泽。孙悟空又经历了牛魔王等妖的嘘寒问暖，尤其是狮驼王这个憨货一直在那里问孙悟空有没有走火入魔。孙悟空实在是忍受不了狮驼王，恶狠狠地说道：“用不用我和四哥切磋一下，看看我到底有没有走火入魔？”
狮驼王闻言缩了缩脑袋，说道：“这个就不用了，我这不是关心一下你吗？”孙悟空没心情与狮驼王打去，现在的他很想回到花果山一趟。孙悟空将自己内心的想法告诉牛魔王等妖，牛魔王们自然不会阻拦。现在的积雷山有白泽这个准圣后期的强者坐镇，自然不再需要孙悟空天天待在这里。而且现在的灵山已经没有实力再来攻打积雷山，除非如来出关。孙悟空辞别了牛魔王等妖，唤出筋斗云直奔花果山。此时的花果山水帘洞，猴子们依旧过着平静的生活，每天跟着马元帅修行。有孙悟空这个妖族赫赫有名的大圣罩着，也没有什么不开眼的妖魔前来找死。清欢独自一人来到花果山山顶，站在孙悟空曾经破石而出的地方，或许思念一个人到了极致，就算待在他曾经待过的地方，也会异常开心。清欢面朝积雷山所在的方向，闭着双眼，默默念着孙悟空的名字。孙悟空从积雷山赶来，远远就看见了清欢站在花果山最高处，于是降下云头，站在清欢面前。清欢似乎是感觉到了异常，睁开了眼睛，映入眼帘的竟然是他心心念念的大圣。他惊讶地张大了嘴巴：“我不是在做梦吧？大圣竟然真的出现在我的眼前！”孙悟空看着待在那里的清欢，开口说道：“清欢姑娘，见到俺老孙很奇怪吗？”“大圣，你真的回来了？”清欢答非所问地说道：“反正现在待在积雷山也无事，就回来了。”孙悟空说道：“回来好，花果山的猴子们都说想念大圣了。”清欢在一旁附和道。孙悟空带着清欢走下花果山山顶，清欢和以前在积雷山一样，跟在孙悟空身后当小跟班。孙悟空走在前方，看着花果山的一草一木，感觉到无比的熟悉，无比的亲切。清欢跟在孙悟空身后，仔细看他的眼睛，会发现他的眼睛里有光。来到水帘洞，马元帅上前参拜，孙悟空扶住了这个为花果山劳心劳力多年的老猴，开口说道：“马元帅在太乙金仙巅峰沉浸200-300年了吧？”“是的，当年大王传我等仙法，又从天宫拿来蟠桃仙丹分于我等，但老猴资质愚钝，不能随大王征战，只能为大王做一些看家护院之事。”马元帅恭敬地对孙悟空说道。孙悟空看着眼前苍老的马元帅，对于一个太乙金仙来说，几百几千年又怎能让他苍老到如此地步？自从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后，马元帅一直在为花果山猴族的存亡奔波，召集被打散在各地的猴子的同时，还要提防灵山的残害，甚至曾被人重伤。他的修行之路已经走到头了。孙悟空并没有对马元帅做出什么承诺，只是让马元帅带他在花果山走走。当然，清欢还是跟在孙悟空的身后。就这样，一狐二猴在花果山漫无目的地转悠起来。每当孙悟空在路上碰到巡逻的猴兵，他们都会停下脚步，满眼崇拜地喊一声大王。孙悟空也会对他们夸奖鼓励一番，然后再继续前行。马元帅也感受到了孙悟空的不同寻常，以往的孙悟空很少回花果山，哪怕回来了，也是在洞府内修炼，很少这样闲逛。慢慢的，他们来到了花果山山顶，也就是刚才孙悟空与清欢相遇的地方。这里就是大王您的出生之地，当年一声巨响可是把我们给吓坏了啊！马元帅站在此地感慨地说道。这时清欢向马元帅问道：“大圣当年出生之时动静很大吗？”马元帅看了一眼孙悟空，见孙悟空没有制止的意思。当年大王出世之时，巨石炸裂，大王双眼射出2道金光直冲豆腐，吓得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猴子四处狂奔。清欢听着马元帅的描述，心中不由想到，怪不得孙悟空这么强，原来是天生地养的灵物啊！马元帅身为花果山如今唯一一个看着孙悟空走到现在的见证者，自然能感到孙悟空的此时的失落。大王其实不必如此，马元帅对孙悟空说道。孙悟空转头看着马元帅说道：“你们不怪我吗？这么多年来，我给花果山带来了这么多灾难。”马元帅闻言一笑，缓缓说道：“花果山如今的一切都是大王带来的，我们又怎么会怪大王呢？在大王之前，我们花果山猴族也曾有过猴王，以前的猴王可没有大王这么大的本事，只是一些身强体壮的普通猴子罢了。他们凭借着强大的身体当上猴王后，根本不把我们这些猴子看在眼里，稍微不顺心就对我们打骂，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得交给他，一个猴族都在服务他。后来他老了，我们这群受他压迫的猴子们就杀了他，然后猴族就没有王了，一直到大王您的出现。但您和以前的猴王不一样，当上大王后不仅不压迫我们，还教我们您辛辛苦苦从海外学来的仙法，大闹地府为我们改生死簿，从天宫给我们到来仙丹蟠桃。我们知道您跟以前的猴王不一样，您才是我们猴族真正的王，我们愿意拥护的王。后来天宫派来天兵天将捉拿大王您，我们这些猴子才会尽最大力和您一起对抗。虽然我们的实力很弱，但我们愿望为你去死。马元帅的话像春天的雨滴一样，一滴一滴的落在孙悟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孙悟空转身快速的往前走了几步，背对着马元帅和清欢，他强迫自己的情绪回到正常状态，努力控制着自己的嗓音，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这是我作为你们的王该做的。此时的灵山，燃灯带着降龙尊者在一处洞府外等待，能让燃灯这个灵山二把手佛门过去佛等待，也只有灵山真正的主人如来佛祖了。其实降龙尊者是不用来的，如来出关只通知了燃灯一个人，但是降龙每天期盼的就是如来出关灭了积雷山的妖族，所以整天待在燃灯那里等消息。降龙与伏虎二人自幼便一起修行佛法，一起加入灵山正得尊者果位，二人可以说是亲如手足。现在伏虎被孙悟空3棒打杀，降龙自然要为自己的好兄弟伏虎报仇。燃灯看着身旁面沉如水的降龙安慰道：“放心吧，佛祖不会允许妖族这个蔑视灵山的族群逍遥在外的，哪怕他们有白泽，在佛祖面前也算不了什么。”降龙闻言点了点头，并没有多说什么。燃灯见降龙没有说话，心道怪不得18罗汉在佛门的地位不高，自己这个佛门二把手好心安慰他了，就算是心中悲痛，但是你好歹说句话，一言不发，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灵山二把手呢。
确实，同为准圣强者，普贤那样没用的废物都混到了佛门四大菩萨，而降龙伏虎的实力比普贤强多了，混到现在才混成18罗汉的头头。这时，燃灯面前的洞府打开，但只有如来一人走了出来。燃灯与降龙立即行礼参拜，口中高呼参见我佛。以往每当燃灯行礼之时，如来都会搀扶一把，并不会受他的礼。但是这次燃灯已经参拜下去，也没有等到如来的搀扶，看来佛祖已经知道外界发生的事。燃灯心中暗暗想到：燃灯佛祖，我闭关前将灵山托付给你，你就是这么给我管的。燃灯听到如来如此不客气的话语，也不解释，连忙说了一句：请佛祖责罚。见燃灯姿态放得这么低，如来也不好说什么，毕竟燃灯也是名义上的佛门领袖，与自己并称数三世佛。掀起来吧，责罚的事以后再说，先随本座前去灭了那作乱的妖猴。燃灯起身后退，立在如来身后，恭恭敬敬一言不发。这时如来看向了跪在地上的降龙尊者，说道：降龙，你也起来吧，这次你和燃灯佛祖就跟着我一块前去，我要叫这3界之人都看看得罪我灵山的下场，就我们3人去吗？降龙向如来问道。站在如来身后的燃灯心道：降龙在灵山以后就别想着再往上走一步了，如来佛祖这种3界大能都出手了，你问这一句话的意义在哪？是怕佛祖一人灭不了孙悟空等妖魔吗？如来倒是没有说什么，起身向花果山飞去，速度不快，看起来他并不着急。燃灯和降龙也不紧不慢地跟在他身后。此时的如来觉得孙悟空并不会逃跑，就算逃了又怎样呢？只要在3界之内，这只猴子就逃不出他的手掌心。其实如来对孙悟空没死这件事是很恼怒的，但是他并不能表现出来，没死我就再杀一次。可若是对此表现出恼怒，那就要问问如来的这个恼怒是针对谁的。虽然如来在3界很强，可他依旧只是准圣，而救走孙悟空的那位可是挖皇宫的。降龙此时跟在如来身后，对燃灯传音道：佛祖是不是走错路？这不是去积雷山的路啊！燃灯并不想理会降龙，只是说了一句：佛祖怎么走你跟着就是了，别多嘴。这时如来向燃灯问了一些自己闭关后的事，毕竟如来就算能探知外界的事，也不能天天将注意力放在外边啊，那还闭什么关？燃灯将如来闭关之后的事一一讲给如来，其实也没几件值得一说的事，无非就是孙悟空带着玉帝法旨打上灵山，然后就是和积雷山妖族之间的战争了。如来听着燃灯的话，脸色愈发冷了下来，心道这猴子好大的本事，连镇元子都请出来了。在如来心里，只将镇元子一人放在眼里，其他像牛魔王、杨戬等都不算什么，就算是大妖白泽，如来也没放在眼里，一个战力强点准圣后期罢了。此时在积雷山的白泽忽然心神不宁，静下心来掐算一番，发现孙悟空有危险，但危险是什么他却掐算不出。想了一会儿，白泽暗道一声不好，叫来鹏魔王去武装观请镇元子，就说孙悟空有难，自己连忙向花果山飞去。其实以白泽的聪明，已经猜出是谁要对孙悟空动手了。在3界中他掐算不出的人，只能是准圣巅峰强者，而3界中孙悟空得罪的准圣巅峰强者，唯有如来一人。他并没有通知牛魔王等妖，因为在如来出手的情况下，他们前去与送死无异。白泽知道就算是自己前去也是于事无补，但他不能让孙悟空这个妖族的希望就这样死在如来手里。现在白泽只能希望镇元子能念给予孙悟空的旧情，出手相助，或者远在北距泸州的鲲鹏来到花果山，但这是不现实的。此时的花果山内正在洞府修炼，孙悟空觉得异常烦躁，这是他这么多年来没出现过的感觉。随着修为的提高，这种无缘无故的烦躁已经很少在他身上出现了。他压不下内心的烦躁，只能走出洞府，一人来到花果山的顶峰。这时孙悟空看到一道身影急速向花果山赶来，转眼间已经到了孙悟空眼前。来人仙风道骨，一身道袍更显仙气斐然。大哥，你怎么有空来俺老孙的花果山了？来人正是武装观的镇元大仙。白泽一个准圣后期能掐算到的事，他身为准圣巅峰自然也掐算得到，于是赶紧赶来花果山。贤弟啊，你怎还有心思在这里赏景？如来马上就到花果山了。孙悟空闻言一惊，说道：如来老儿出关了。镇元子看着我眼前的孙悟空说道：为兄这次前来就是带你去天庭的，你随我去老君的兜率宫躲避一番。他如来也不敢在圣人道场放肆。孙悟空听着眼前镇元子的话，让自己去太上老君的道场躲避，自己与太上老君没有太多的交集，人家自然也不会惹麻烦上身。纵然有镇元子的面子在，难道自己要一直躲在兜率宫吗？那还不如一直待在女娲娘娘的挖皇宫不出来呢。大哥，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我也不能一直待在老君的兜率宫。镇元子见孙悟空已经做出了决定，也不再坚持。镇元子沉思了一会儿，转头对孙悟空说道：既然你已经有了决断，大哥会保你的。孙悟空没想到镇元子竟然会对自己这么好，不仅在自己危难之际前来报信，而且自己在拒绝了他的安排之后，他还愿意为了自己与如来作对，真的仅仅是为了兄弟情谊吗？孙悟空觉得像镇元子这样的大能，而且是从上古存活至今的大能都不简单，但他来不及想这么多，如来应该马上就到了。孙悟空与镇元子在花果山巅等待，但如来来的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快。白泽也到了花果山，看着与孙悟空并肩而立的镇元子，心想自己是多此一举。孙悟空看着白泽说道：白泽前辈，如来想杀的是我，没必要连累妖族的。白泽如果参战的话，则是代表着积雷山的妖族。白泽还是一如既往的洒脱，对孙悟空说道：我不参战，他灵山就能放过积雷山的妖族了吗？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积雷山的妖族是你们创建的，观音等人也是死在积雷山的，如来是不会放过我们妖族的。况且你是我们妖族的大圣，怎能任由如来打杀？白泽顿了顿，继续说道：你是我在妖族中看到的唯一希望，你没了，妖族的希望就没了，妖族就真正的完了。孙悟空听了不免有些感动，本以为白泽说自己是妖族的希望，不过就是对自己的鼓励，未曾想这个刚认识的妖族前辈，竟然真正将自己当成了妖族的希望。孙悟空本
想劝白泽回去，妖族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白泽抢在他前面开口。一袭白衣的白泽依旧是那么洒脱，矫情的话就不要说了。我妖族的男儿都是大丈夫，何必做此女人作态？我白泽没死在曾经的妖族天庭灭亡的那场战争中，今天就让我这个妖族的大妖为妖族再保驾护航一次。没有谁不能死，当死则死才是一个真正妖族男儿应该有的样子。一直对妖族无感的镇元子也不免对白泽高看一眼。这个世间有此等气概的强者不多了，往往都是一些活得越长越惜命的小人。孙悟空看着白泽，想着在从前的妖族天庭里，白泽一定是一个意气风发、气冲霄汉的好男儿。大哥，白泽前辈，这次如果俺老孙侥幸能在如来老儿的手里活下来，以后二位有什么用得着俺老孙的？俺老孙就算是打上凌霄宝殿也给你们办了。镇元子笑道：“你我兄弟，不必如此。”白泽也是一副无所谓的说道：“只要你以后带着妖族走得更高，今天我白泽的命交代在这里有如何？”不等孙悟空开口，镇元子就说了一声：“如来到了。”